那在当前的复杂博弈下，乌克兰危机如何才能化解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只能和你分享一些我自己不成熟的思考。我在之前的评论中提到过，俄乌都不希望把冲突无限升级。在1个半月成效并不显著的特别行动之后，俄罗斯希望传递的信号是亮明底线，进行有限度的冲突。但问题是，决定权已经不完全在俄罗斯自身了。事实上，西方的政客就在俄罗斯的这种克制中看到了机会。此刻不拱火，更待何时？更何况，当俄罗斯已经表露出寻求一个体面和平的希望之际，对西方世界而言，此时勇敢地站出来，不惜把乌克兰架在火上烤，也要用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方式迫近俄罗斯的底线。这才是一次完美且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火上浇油与渔翁得利。还有比现在强硬表态更好的时间节点吗？有些时候，这些西方国家领袖正义凛然的发言，在我耳中更像是秃鹫的呼啸声。他们迫切地想撕扯俄罗斯身上的血肉，完全不顾此举对乌克兰而言又意味着怎样的毁灭与灾难。我100%相信，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一定会严肃对待俄罗斯有关使用核武器的底线原则。但问题在于，底线预防的是最坏的结果，底线对于局势本身如何向一个良性结果发展，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对于俄罗斯而言，经过1个半月的血战，搭上近乎于惨烈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代价，如果最终达成的是底线结局，其实和一个坏结局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俄罗斯的底线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底线之上，俄罗斯又能在与欧美的博弈中剩下什么？西方世界现在做的正是无底线的试探并迫近俄罗斯的底线，让俄罗斯吞下只剩下底线的坏结局。基于政治正确、近乎于狂热的全面制裁与隔绝，已经证明了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不会考虑俄罗斯人民是否悲惨，同样也不会考虑乌克兰人民是否悲惨。美国及其北约盟友需要的只是一座持续运作的血肉磨盘，既不让乌克兰快速倒下，又不至于打消俄罗斯持续作战的决心，直至俄罗斯流干最后一滴血，同时也不惜让乌克兰流干最后一滴血。好的，谢谢张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